新加坡时间2025年10月12日周日晚间的7点整。今天我们视频的主题是：这次的黑天鹅更像是做市商曹总、交易所协助，还是另有隐性？本期非常有意思，大家可以像听书一样观看我的视频。接下来我们来以主观角度撕开真相。简单回顾一下加密货币市场历史最大的清算事件。截止到昨天，超过2000名交易员在灾难性的崩盘后自杀身亡，包括一名乌克兰的交易员。约有160万交易员被清算。请注意，这里的交易员更多是散户，导致不到24小时内资金蒸发高达190亿，杠杆交易员承受了最大的损失，而现货仓位则遭遇了显著但幅度较小的百分比下跌。大家都在说24小时内有190亿美金，那这些加杠杆的开合约的单子被清算掉，是之前历史最大规模的9倍之多。大家想一想，为什么要发生史上最大规模的加密货币清算？为什么有一个远古基金精准地开设了做空仓位？这个远古基金是不是跟特朗普有关？一些交易所和做市商，他们协调动作是不是一致性太高了？建议大家去看一下SWI或者是任意其他加密货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底下那根针插的有多深。那这根针插的位置呢，大概是之前3美金左右，那么已经插到 0.5 左右。很多人你是看不到这个价格的，交易所在做这些清算的时候呢，你是无法进行任何操作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，在5点钟之后呢，交易所都已经宕机了，拔网线，不让你做任何操作，更不要提就是低点买入或者是做多或者做空的合约。但是呢，这些价格被交易所和做市商看到买入，买了这种很便宜的筹码。你仔细想一想，这个时间是在美国时间的下午5点，是礼拜五。股市马上就要关门了，因为马上就要迎来就双休，他们肯定是不工作的，不上班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股市要关门，然后大家又提早下班。亚洲这边呢，大家都还在睡觉。那我们4、5点钟的时间啊，凌晨4、5点，不是下午4、5点，凌晨4、5点肯定都在睡觉。显然散户是没有，就是基本上是全球散户了，没有参与到这里。那会不会就可能说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呢？做市商和交易所他们选择的是这个时间点，然后做这个事情。那至于190亿被清算掉，大家为什么觉得190亿很低呢？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些软件啊，很多做这种数据分析的，他们会依赖于 Binance， 也就是我们币安给出来的清算 API。那这个 API 的话，只有 5% 可以用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调它100次，然后只有5次会给你返还这个 API， 因为我们要拿到这个数据。然后这些反复的数据当中呢，大家估算的价格是190亿，但是你要想想这些数据啊，仅仅只是暴露给你 5%。如果按照 5% 的这个清算规模，完整的规模应该会高达3000到4000亿。你想一下，3000到4000亿的清算规模，而且当时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很多交易所啊，它根本不能用的啊 ，DEX 是不能使用的。别以为 DEX 就可以用，很多人想要把自己的仓位做多的这些仓位全部关掉，根本就不让你关，你只能眼睁睁的看你被清算掉。我们看一下加密货币历史前10的爆仓事件，大家都知道 FTX 加密货币历史上非常有标志性的一个交易所。这么大一个交易所突然之间倒台，也仅仅只是10亿美金被清算。那这一次呢，高达190亿，仅仅只是川普发的一个推文。那这个推文的话，就是针对我们中国一个稀土的管控，然后发出要征收100%的关税。但其实你仔细想想这个事件啊，这个事件本身呢，它的影响啊，其实并没有那么大。我觉得甚至不如4月份的时候呢，它对全世界增加关税，那个来的就更加震撼。再看向比特币的市值啊，当天直接下降3800亿。你知道这个3800亿市值是什么概念呢？全球超过3800亿美金的市值的公司也就25个。我们重新捋一下时间线，美国东部时间9点50，加密货币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卖了，然后过了1个小时，川普发文。那注意一下，这个推文的话还不是加征关税，但是呢也有透露要重新拟定类似的政策。借助这个风口呢，股市也在跌，加密货币也在跌。然后东部时间的4点半的时候呢，有个很大的鲸鱼在给加密货币疯狂做空。那大家其实在 HyperLiquid 上面都很疑问啊。然后过了20分钟之后呢，川普说要给中国增加100%的关税。那所以说呢，这肯定应该是有个内幕消息的。那这个鲸鱼呢，就当时在我们4点半的时候做空的那个鲸鱼呢，肯定是知道内幕消息的。那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川普身边的人呢？据说获得了1个亿的利润啊！你要想一下，20分钟左右赚了1个亿。那这次针对的还是杠杆跟合约。那既然要做针对的话，就两头都做掉，多空双爆。乍一看，你睡醒看价格好像没有跌多少，但实际上图形就是深 V 的 K 型线，
干掉了做多的167亿，做空的也干掉了25亿。完成接下来的操作之后呢，价格就已经开始回落了。好，你现在发现交易所又开始正常了，钱又能够使用了，但你已经错入了最佳的买入点，很难不怀疑这其中的恰到好处。影片的最后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技术是用陌生的名词——流动性。所有市场暴跌暴涨、极端行情的最终追究都是流动性的缺失与否。流动性是什么？简单来说，流动性就是钱的流动的规模跟速度，也可以说是资本的动量。流动性好的标的呢，买卖双方都是交易活跃的，买卖价差比较小，买卖的交易量比较大，资本流动的速度也比较快。这一点呢，其实我们在每天刷阿尔法的时候呢，是完全感受得到的。如果你选择一个很好的标的的话，我们就以 KOG 为例子啊，因为它的流动性是不错的，那么有大概是$5000的一个链上流动性。我们这边点击到交易，然后会来到它的限价单模式，你会发现它的买入价格跟卖出的价格仅仅只相差末尾数的1而已。那如果一个流动性不太好的，我们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流动性非常非常差的，那选择到 ASP 好了，那它这里的流动性仅有 82.55。然后我们这边去点击一下交易，你会发现它的买入价格跟卖出的价格相差是比较大的，那这个呢就会造成一定的波动。如果我们这时候去刷，就以它为标的刷阿尔法的话，很可能会被夹。再举一个例子，我们比如说市场崩盘，表面上来看呢，市场崩盘是因为价格快速下跌，但实质上来说，所有的崩盘都来自于流动性的枯竭导致的一个连锁的反应结果。崩盘通常来说是由某一个重大的利空事件引起的。比如说25年3月份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全世界开打贸易战，那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并且是显而易见的风险呢，市场会有一种先知先觉的资本，它就会率先撤离这一个市场，由此呢就会产生市场上最开始的大量卖压。面对突如其来的大量卖压呢，就打破了正常的这种供需关系，从而导致买盘不足。买盘不足的话，就会引发价格的快速下跌，那快速下跌又会导致后续这些买家逐渐撤销买单。那既然价格一直会持续下跌，那不着急现在买嘛，那我们等一下，也许将来会有个更好的价格呢。那这样一来，市场上的买盘就会快速的消失，卖家呢为了尽快的成交，就只能不断的压低价格寻找买单，这样就进一步导致价格出现断崖式的下跌，那么买卖的价差会进一步拉大。这些都还没完啊，价格继续暴跌，然后会导致大量的杠杆投资者被催就缴纳这个保证金了。那有些人开杠杆，有些人开合约，也就是所谓的 market call。 那甚至呢有些小的券商会直接强行平仓客户的这一个持仓。总而言之，市场去杠杆的过程是不计代价的，而这些抛售的筹码在缺少买家的这个市场当中呢，会进一步把价格推向一个极端。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的一个强制平仓，首先会从高风险的资产开始，然后逐步蔓延到优质的资产，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恐慌和进一步的强制平仓，这就是崩盘的真相。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有序的退场，那这样一个过程是所有人在同一个时间点朝着同一个狭窄的出口，那这种发生的踩踏事件，能出去的就那么几个，然后呢，你怎么能确保你是优先出去的呢？所以一定会被踩踏的吧。作为新人，有一个交易所账户至关重要，使用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轻松注册 OKX， 解锁最强新人福利体验金的奖励。币安宇宙第一大交易所不仅可以享受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，还可以阿尔法快速变现，填充我们的钱包。XT 交易所新币上线最快交易所之一，拥有全网最高的合约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比例 49%， 并且我们协同了交易所开启了跟单交易，仅需要加入我们跟单交易，就可以将手上闲置资金 100% 利用起来，实现每天躺着赚钱。作为币安的战略备胎，阿斯特一定要进行参与。由于第三季的话重置的邀请返现比例，我们仍建议大家绑定我们的邀请码，所有的返现都将返还给各位，绝对不更改。邀请码在视频的简介处，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们在右上角看到的 EXP， 这个 EXP 决定后面空头的多少，并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一直会有空头。这里的空头的话，今天我们会涉及到。所以近期呢，各位观众呢也不要忘记每天的打卡以及观看我们的视频，可以得到4000的经验值。同时呢，新手祝福如果有任务的观众老爷的话，一定要去完成，因为这些所有的经验值都将与空头挂钩。另外呢 ，SOIP 的版本我们给大家再解释一下。它现在认证 SOIP 的话有3种方式，一个是交易所注册，使用我们注册链接进行注册，并完成交易所充值。注意，不是充值到我们这里，是交易所进行充值就可以获得 SOIP 的权限。这里呢，只需要输入一下我们的 UID 即可。认证的是 XT 交易所或者是 OKX 交易所。
那除此之外呢，还有一种是开通，再者是去购买 Xcopy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将会作为后续的空投发放给大家。我们在这里先说明，如果你想要成为终身会员的话，是需要使用绑定的 SOL 的钱包来进行支付。什么意思呢？只需要绑定的钱包有100万个 Xcopy 以上，即可以进行验证。那这里我们点击下去购买，会引导我们进入到这样一个网页，亲测过 0.056 的 SOL 即可以购买100多万的 Xcopy， 价值大概11刀左右。这个成本价是非常便宜的。即使你后面不想要这个会员权益的话，你也可以随时卖掉。这个 Xcopy 的话，我们正如一开始所说，会一直作为空投发放给大家。那另外呢，一旦成为终身会员，解锁 SVIP 的功能，我们在后方会出现一个 SVIP 的专属信号群，也就是我们在每一期视频当中都给大家演示的那一个群。该群组是比特币合约信号说明，会告诉你合适的进场时间、止盈点、止损点位、具体仓位的大小，帮助大家更好的开始仓位。同样，每一次开单我们都会提供具体的收益图，在这里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，合理的运用平台指标，借以开单减少风险，但风险会一直在，投资需谨慎。